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赵少康战情室。我们现在的来宾戴伟山议员、尹乃菁小姐、刘玉芳委员、林涛议员、陈婉慧委员。川普召开他们也叫战情室，英文叫 Situation Room 战情室会议。副总统、国务卿、国防他叫战争部长，统统出席，打仗嘛，战情室啊。然后呢，川普变来变去，川普说呢，这个要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哦，而且要出动20架军机，要上百架军舰、上百架军机来戒备啊。那另外呢，因此呢，油价就站上86美元，所以呢，美军先空袭，再封锁伊朗的港口，不准你传出来了哦，不准传出来呢，油价就要涨嘛，一定要涨嘛啊。那另外呢，伊朗呢也虽然武力比较小，我认为伊朗还是武力比较小，它的无人机啊、飞弹还是比较少，但是呢，也不甘示弱，去攻击科威特的美军的后勤中心。你看，还把这个照片释出来，哇，这个火光闪闪哈，表示真的打哈。那另外呢，川普威胁下礼拜我开始炸伊朗电厂，要炸到什么呢？炸到我说 enough， 我说够了才可以，我没有说够就继续给我炸哦，哇，说这个已经其实违反了那种什么战争的这个就不可以去炸人家电厂，那个民生用品，川普管那么多，我就是要炸啊！民生设施。不过呢，才过一天又改口了。他说哈，本来他昨天讲说要收荷姆兹海峡20%的通行费，20%不得了啊！一个邮轮一收20%，收很多钱呐、哦，所以伊朗就说你看他现在收钱呢、我们这样要收，我们没有收他那么多。不过他又改口了，他说要有贸易跟投资协议来取代通行费。我给你算20%多少钱来投资哦。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说，川普已经从这5个月以来，已经3次改变对伊朗的策略，一下打一下谈，一下打一下封锁。《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跟伊朗恐怕消耗战，恐怕陷入消耗战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伊朗去袭击中东3个国家的美军设施，锁定第5舰队。我们在亚洲，我们常听到第7舰队，锁定那边的第5舰队。而且伊拉克的这个真主党已经放话了，说呢这个要参战哦，说不仅是伊朗，它的外围这些都要跑进来了，什么青年组织啊，什么都要进来了。我们看一下。伊朗靠近荷姆兹海峡的基西岛港口周3突然爆炸，燃起熊熊烈火。不久前，美军刚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空袭，伊朗多地传出爆炸。CENTCOM saying that after another round of American strikes on Iran, that the blockade was in place, that it was being enforced by 20 Navy warships and hundreds of U.S. military aircraft. 美军大动作空袭，同时也奉总统川普之命再度封锁荷姆兹海峡。生效时间是台湾时间周3清晨的4点，阻挡伊朗相关船只通过。封锁也说到做到，但这件事川普还是塌口了。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but we were doing it as a reimbursement. The Gulf states are going to invest a tremendous amount of mone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was very satisfactory to me. I think it's actually much better. 全球恐怕睁大眼睛，本来说要征收20%通行费，川普突然发夹弯说不收了。When it comes to his reversal on this 20% fee, when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yesterday, it did cause a massive scramble both inside the White House and in the region to try and ascertain what exactly the president had in mind. 外界认为川普发夹弯恐怕是考量经济冲击，尤其是牵涉航运动脉。伊朗也公布发射飞弹的影片，报复对象除了波湾地区的美军基地，还包括了商船。本周稍早，阿联2艘商船才在荷姆兹海峡遇袭，造成1死8伤。现在又有另外1艘挪威化学公司的油气运输船传出爆炸起火，船员全数平安。但现在美军展开封锁，是反制伊朗的重要手段。不过专家认为，封锁劳师动众，还有擦枪走火、全面重启战火的风险。画面可以看到3艘无人艇高速冲向港口，下一秒接连引爆，火光瞬间照亮整个港口。这里是位于伊朗南部的班达阿巴斯海军基地，也是美军最新一波攻击的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最新画面，表示这波攻击锁定了基地内的潜舰与舰艇维修设施，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削弱伊朗持续攻击商船的能力，而这也是美军首度在实战中投入海上无人艇。在公开这段影片的同时，美军已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
中央司令部表示，军方依照川普总统的指示，要让伊朗付出沉重代价，并持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川普也强硬表示，美军接下来也将会狠狠地对伊朗展开打击，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都要狠狠地打，还直接点名可能很快攻击纳坦兹附近的地下核设施浩山。白宫也正式通知国会，美军从7月7号开始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方兄，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谁的错？他们对彼此都说对方违约，违反那个60天暂停协议，到底是谁的责任？我看了一些资料，我相信美国讲这方面是对的。就是伊朗它有指定一个路线，你要通过荷木兹海峡的这些船，北方，你要根据我画的路线来走。那结果就有船没有根据它路线走，它就攻击了。这是走南方2艘被打。对，所以我想是有。不过不管怎么样哈，我一开始我就没有很看好所谓的他们两国之间的和解，或是他们的合议，新仇旧恨了。啊，我们先讲这个旧恨好了。美国立国以来没有丢过这么大脸了，除了被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外，美国的外交官跟一些公民，在这个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被扣留了52名的人质，扣留了444天。对美国来讲，其实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个奇耻大辱了啊！尤其是川普都讲美国优先嘛，美国第一嘛，所以他对这个恨他是记得非常的清楚。那对于伊朗来讲的话，那他的仇恨更多了。他觉得说你整整封锁我、经济制裁我47年了，然后更不用讲，你偶尔就干掉我们的这个革命卫队的这个高级将领啊，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说，上次干掉49个，一口气都杀了。对，现在就讲说旧仇了哈，其实也算是新仇。你看加沙走廊的哈马斯的力量几乎整个已经被铲除掉了，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也是地位岌岌可危啊，而且呢，还最重要就是说，前一阵子呢，你杀他们的一共杀了40位，最高领袖全家几乎被你灭掉，剩下这个儿子也重伤，哦，还有加上将近40个这些高级将领啊、高级的官员就陪葬啊，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说，这个仇恨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从头到尾都认为核子的协议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啦，啊，最重要一件事，对伊朗来讲，我最好的保障不是什么俄国的协助或是中国大陆的协助，因为这种战争看起来他们对伊朗所提供的安全的保证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他认为就是要有核子武器，而且他认为为什么你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你可以拥有80枚到100枚的核子武器，我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能拥有，所以他千方百计的就是要留住他的核子设施。那你看这2天，这个川普讲啊，他有一个地方叫做 Pickaxe Mountain， 它是一座山，在这个德黑兰的南部，他打进去那洞打得非常深，在里面对，在提炼，在他的那个浓缩铀，在浓缩铀，所以美国其实也不放心。光是这个核子协议哦，我认为伊朗跟美国就没有办法和解。当时为什么会谈呢？因为川普好大喜功，他认为说我就是要做出成绩来。那伊朗呢也觉得他有点受不了，被炸了受不了，就觉得说我先来缓兵一下这样子。事实上，从头到尾，核子设施、浓缩铀的这些问题，就整个真正的核心。第二个就荷木兹海峡。对于伊朗来讲，荷木兹海峡不是我的负债，是我的资产。我甚至跟核子武器一样同等的重要。我只要有能力偶尔对荷木兹海峡发射1枚飞弹，或是1枚这个一架无人机，我就有能力来封锁这个荷木兹海峡。所以我现在跟你谈核了以后，荷木兹海峡畅通无比。那我核子武器没有办法做出来，荷木兹海峡又怎么开放？那我还有什么筹码？手上没有筹码，所以其实谈到最后，就是第一个最难的就是核设备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荷木兹海峡究竟它的控制权应该归谁？那现在伊朗被美国这样炸还能撑多久呢？
我认为伊朗这个国家这个战争有时候真的很难讲。美国当时打越南的时候，他想到越南可以撑了20年吗？美国后来打阿富汗的时候，有想到说他可以撑20年吗？俄国去打阿富汗的时候，可以想这么弱的一个国家可以撑10年吗？那就像俄国现在打这个乌克兰一样，已进入第5年了。2022年的2月24号启动了战争，到现在为止还越打越旺。所以我觉得战争就是说对强者来讲，他常常会高估自己的实力，低估对方的力量，尤其对方某种程度来讲是个神权控制的国家，所以他们精神动员力量是很强啊。而且最近他们的强硬派为什么变得这么强硬？就是国殇日那几天，我看有些外国媒体报道说，前后参加的人数到达1000万呢。我看的是2000万了。对啊，讲2000万的我也看到。那你想看名气可用，而且他们在上面你就会看到标签要杀死川普。所以对这强硬派来讲呢，我就是利用这个名气，我就要在夺权。所以前一阵子可能温和派力量比较大。这一阵子，我是觉得强硬派力量又回来了，而且反对派这次也不敢出来了。你出来，你什么意思啊？你为匪作伥啊？你为美国这个为美张目啊？所以本来反对了，因为通货膨胀太厉害，物价太高，民不聊生，这些人现在也不敢出来了。赖乃菁，地缘政治就是地理政治就是对于伊朗来讲，川普打这场仗就让这个伊朗呢彻底的就是掌握到，就是说荷姆斯海峡，就像刚才林玉芳委员说的，这是他们比那个核弹更具力量的手上的这个利器荷姆斯海峡太窄，就是它的宽度太窄了。它那个宽度呢，只有55公里到95公里，然后呢，它的进港和出港的航道只有3.2公里，然后又是要道。那你美国你有什么办法？就是说，除非你美国呢今天呢下定决心，我要跟你伊朗呢进行一场毁灭性的这个战争。但是美国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就说美国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对于美国来讲是极其不划算，而且风险极高的。这就跟俄罗斯一样就是俄罗斯今天，他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动用了所谓的战术核武来对付这个乌克兰的话，他必将是引起到更大的反扑。那美国也一样啊，你今天呢，你出动了再多的不管是无人机也好，美国现在也出动无人机了。美国现在出动这个无人机，你出动你的弹道飞弹等等，你如果是你要跟他采取一种毁灭式的对决的话，你想你引起的伊朗的宗教式的这个仇恨，他今天你越激他所采取的那个报复行动呢，他是会越坚决的。而美国呢，你只要小小的一件的伤害，就足以造成美国信心上面的巨大的动摇。马上集中选举了。对，911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其实川普呢就是打了一场他没有办法能够取得胜利的一个战争。那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川普他扬言就是说我要去炸你的这个电力设施，我要去炸你的这个桥梁。那然后呢，就说对伊朗来讲，我的意思是他有差吗？我现在已经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而且我被你这个制裁到这个地步了。你当初呢，这个协议、这个备忘录呢，一开始达成的时候呢，美国是要立刻去解除他的制裁的。那美国也没有啊，美国也没有立刻解除他的制裁。然后川普呢，反反复复。川普他现在讲的话呢，当一个国家元首你讲的话已经失去了信赖的时候，所以其实没有人把川普的恫吓当成一回事。你反而呢，你现在如果说川普呢，就立刻在这样的个局势之下，他如果做出任何的让步的话，他等于他在中东所有的布局他就撤退了耶。你今天如果说你让这个伊朗掌握了在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的话，你以后要往北边走，然后进进出出都要听我伊朗的，那你美国在这个中东的那个地位，你还怎么保得住？所以现在的局势呢，对于川普来讲，就是一个很艰困的一个局面呐。所以他说大话是会了，但是真的行动的时候呢，又有很多顾虑了。那伊朗去打我特别注意这个，去打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摧毁 F-15、F-16。跟 F-35战机的机库，还有好几架 MQ-9无人机，我们买了4架，花了6亿美金呢。美国这次在中东已经损失了20架 MQ-9的无人机了。
我买4家就花6亿美金了，花多少钱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很流行无人机啊，不是只有国防部，各个部会都要无人机啊。那但是呢，有一个这个无人机的标案要反制无人机，无人机的要反制它，3次验收都没有过，所以王宏威就说：“你这是绿油油嘛，叫做大雅电缆，你读后它，怎么3度验收都没过？到底怎么回事呢？”而且呢，他这个公司叫做创未来，创造未来啊。不过就解约啦，这里就退货嘛，还拿钱，还拿了钱哦，所以呢，他就想说呢，这个国内的水库无人机反制系统，就是万一老共无人机来了，要反制无人机，整个预算是3579万，这个创未来就拿了2460万，几乎拿了2/3，都他拿的哦。然后呢，所以呢，王宏威才说国防部读后这个绿油油哦，补考3次都没过。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这个经济部的水利署，你看这无人机反制系统这采购表，它有这个北区水库、中区水库、南区水库分属，石门水库、宝山水库、鲤鱼潭水库、湖山水库、牡丹水库、曾文水库，哇，这一大堆，结果基本上都是创未来，根本创未来那么多润泰这1个润泰2个然后呢？总共3579，这个创未来就拿了2460，将近70%都是他。那他那么厉害吗？那么厉害也就算，这验收就没过所以呢，马文君的厂商是透过借装备来通过原型机的检测，但是原型机检测你最后做出来的飞机无人机能不能检测呢？不过，所以呢，马文君说有将近10亿元的军购，把关也失灵了这个不是反无人机。是反复验不过，他本来反无人机，就你反复都验不过还蛮有押韵的所以呢，黄国昌也说，创未来2次验收都不过，监察院都认为有图利的嫌疑那国防部所以呢，现在陆军呢已经报国防部仲裁，希望能够解约所以希望解约就要看怎么办呢？退钱或者怎样看一下。金额高达9.8亿元将近10亿元的标案。但是呢，他在招标之后，这个厂商呢，其实经过2次的验收跟检验都没有办法过关。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消息是，他补考不及格，补考失败。所以现在国防部基于不要再延宕我们离岛无人机反制系统的建制，应该立刻跟他解约。大雅电缆的几个兄弟之中的沈尚邦，这个沈尚邦是赖清德总统的好友。我们弄了半天我们发现原来创未来后面的股东原来就有大雅电线电缆。来，这个晚会。我觉得这个无人机的发展其实最近2个月，其实大家也讨论蛮多的那看到行政院呢在军购之后，针对这个无人机的部分也提了特别预算那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个无人机的部分呢，其实比较主张是回到一般的一个公务预算，可以回到立法院的这个一般的一个监督里面也不会有沦为被大家认为开这个空头支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今天我有看了这个宏威开的这个记者会让我有一种既视感。我在做立委的时候其实对于台南光电的部分追查也蛮多的就是觉得这些光电公司好像这个互相的这个持股也是蛮复杂的然后这边持股那边持股的那当时其实查起来确实也都是跟绿营蛮友好的一些厂商那今天在宏威这个揭露之后，目前我其实还没有看到国防部的相关的一些回应但是我们要讲就是说，无人机的发展其实大家都是支持的但是呢，这样的一家厂商连监察院他都觉得怎么会发生这个验了不过再给他验，因为他其实第一次来标的时候他其实就没有过了。
他第一次来标的时候是没有通过的，因为这一家所谓的创未来，它是做整合系统的哈。可是后来国防部还是把相关的标案给他了。我是不知道，就是说国内都没有相关的可以做这个无人机相关整合的系统的厂商，还是因为刚刚赵大哥有特别列出来给大家看，其实他拿到的比例真的非常的高了哈。那过去我听洪威讲是在经济部的时候，王美花部长的时候，其实这一家这个相关的厂商其实就拿到蛮多的相关的一个标案。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目前来看，好，就是说今天这样的一个案子，因为现在还没有听到国防部的相关的顾部长他们相关的一个说明嘛，哦，之前他其实也有讲过，无人机的发展绝对不会只有绿油油。那对于洪威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指出，我觉得国防部有必要出来跟国人讲清楚哦，因为我们如果大家都觉得无人机是需要未来可以有可能发展成所谓的第二个护国神山，但是以目前从2022年到2026年，每年都编列了几十亿哦，到2026年已经编列了超过100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来看，你要么厂商验不过，要么就是延宕交货，你这样怎么可以，就是怎么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安心的把这样的预算编给你们国家去来做相关的一个使用？林涛。其实我觉得抓到了，为什么赖清德阵营呢能够在这个上任以来一直主推这个无人机，而且感觉好像是非推不可，然后很赶很急，到底在急什么？刚才婉慧姐讲的，就是蔡英文时代有光电，其实呢赖清德时代就是无人机。为什么？其实赖清德总统今年6月开始在卓越无人机的海湾3次大会时就说无人机是我们的关键武器。7月赶快在这个国防无人机的特别条例赶快推出来。7月15号，卓荣泰又在亚洲商会再讲说，第2批的采购一定要加速，紧急在这么多国际的重要的场合一直推无人机，为什么？其实抓到了，为什么？今天洪威姐她提出来的陆军无人机的反制系统，10亿啊，这几年来10亿啊，是一家叫创未来。马文君委员也讲，在这个创未来9.8亿的这些标案里面，要标出26套系统，然后呢分这几年来验核。结果你知道吗？114年10月、115年3月2号2次验测复验，通通没过。就是陆军要求他的6公里侦获跟4公里干扰，你标了10亿喽，我只是要你履约哦，我没有说这个你不能拿，你标了你就要 deliver， 结果竟然没办法履约，然后10亿拿走了。结果被人家发现，这一家创未来还牵涉到这一次的自来油那一家台南的大雅集团，自来油也有你的身影，沈尚宜。这一次竟然创未来的关系企业就是那个大雅旗下的创未来，就这创未来，当时候监察院就说是你王美花，就经济部的部长王美花推荐给国防部，现在国防部现任的部长是顾立雄他先生。你竟然是由王美花推荐，然后经济部里面王美花你任内的12案里面，创未来他标走5案，金额占68%，然后现在又被发现，大雅旗下的创未来又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大和新科技军工产业获得国发基金的补助案，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些，不要再讲说不要讲赖油油了，台南的大雅从自来油到军工产业链。通通是你们一组人，在掠夺台湾、掠夺中华民国的资产。我们通通蓝白在这个立法院是支持无人机产业，包括我们希望扶植3个县市的自己的军工产业。可是真的不能像这样用特别条例遮掩绿油油上下其手。现在终于抓到了证据，创未来。你履约不够，还标了10亿，所以我们希望未来的无人机的军工产业链、无人载具的特别条例，不是用特别条例，是用我们的年度预算，经过立法院的年度审查，才能真正保护台湾的产业，真正保护台湾的国防。好吧，我们看这个关系哈，特别把它查出来哈，这个。赖清德哈，当在立委的时候，当市长的时候呢，就跟这个台南，这刚好台南沈家大雅集团很熟了啊。那熟也没什么，总有朋友，总有这个要帮他选举的嘛。那这个大雅沈家分成2个，一个叫做沈尚邦，一个叫做沈尚宜。沈尚邦跟赖清德非常好，然后这个沈尚邦呢，又去投资智光能源跟大雅创投哦，然后大雅创投又去成立这个创未来科技，你看没有这个关系？哦，
那这个志光就拿到台南七股的这个绿能的余电共生，然后这个案子，哦，然后呢，他的兄弟呢，沈尚仪是总经理，他是副董事长，然后呢，又合并投资大雅创投跟大核心科技，这个大核心科技呢，又拿到1999.9万，刚好不到2000万国发基金的投资，哦，然后呢，这个大雅创投呢，就去投资创未来，创未来由经济部推荐给国防部。去这个做水库反制系统，12个案拿了5个案，然后6×8的经费，就刚刚讲的2460万哦。这个经济部还推荐给国防部，很有意思哈、哦。那另外呢，国防部哦，顾立雄呢，监察院纠正他，因为技术不足，还给委托员经费给了9.8亿，给一些公司9.8亿。你自己看这关系图，这个能看吗？你这关系能看吗？续后再回来。